哟，这是哪家公子成亲啊？好生气派啊！我瞧这揭牌上写了谢字啊，是宁安侯府的谢还是淮阴侯府的谢呀？那自然是宁安侯府，新郎官还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世子爷呢。什么？竟然是那杀人如麻的谢指挥使？可不是嘛，那谢家上上下下10几口的人呢，哪个有这好相处的呀？听说这新娘子是江南来的，娘家也不显赫，水一样的人受得住几日琢磨呀？可惜了，谢家老夫人古板严厉，最是看不起小门小户。那谢家公子暴力自摧，随手一抬便是一条人命祭天呀。江密幼年失户失势，7岁便一个人在大宅子里讨生活，什么豺狼虎豹没见过。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罢了。况且谢家曾于他有恩，那般芝兰玉树的一个人，其家人应该也不会太过蛇蝎心肠吧。红灯笼轻轻晃，对白如东方，琵琶琴弦，只是鸳鸯不相信。江密看不见，只能任由谢之让拉着自己走。这深宅大院装扮如何不知道，大却是真的大。一路晕晕乎乎的走来走去，让行礼就行礼，让磕头就磕头。等回到卧房时，江密腿都麻了。外人离去，谢之让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自己这位新娘子。只见美人一身红嫁衣，巴掌大的小脸娇艳欲滴，一双鹿眼圆溜溜水润润，直看得人心里发软。可惜她面前这位怕是这世间最心狠的人了。谢之让觉得她的眼睛漂亮极了，就像祁连山上的小鹿。那是一头刚出生的幼鹿，也是用这般怯生生湿漉漉的眼眸盯着自己，祈求自己能放他一条生路。谢之让闭上眼，松手把箭射了出去。砰的一声，尖锐锋利的箭头射进旁边的树干，大树晃了几下，叶子扑簌簌地落下。幼鹿悠悠叫唤2声，跑了。他心软了1次，可不会心软第2次。我一整日未吃东西了。想吃什么？想吃豆腐羹。说到底，他不是真想在这档口吃豆腐羹，他只是想借此机会试探1、2，看看自己这位夫君究竟是怎样的人。可他话音落下许久，都不见谢之让接话。想来自己这位夫君也是同那些叔伯婶娘一样，嘴上说说显得自己宽厚，若真提了什么要求，不定怎么付费自己没深没浅，不知进退。1碗豆腐羹可能不够吧，多吃些，不然本花受不住。什么受不住啊？对待即将到嘴的猎物，他从来不着急。一枝红豆煮一杯，我念念念，烟火味，月下还会有人醉。风尘的酒，是爱有何处？
爱上不成的你，有了点爱，就我，这时的我很疯癫，全是你的伪装，好吧，什么是你？一句红楼中一杯，烛火摇曳，芙蓉帐暖，被翻红浪，极尽缠绵。他一想到昨晚谢之让那些不知羞的话，整个人都烧了起来。睡饱了？大清早的，闹什么？昨晚乖乖宝贝儿叫得好听，今儿个还没下床呢，就对他摆起了脸色。果真也不是个能托付的。在锦衣卫当差的人都知道，他们的谢指挥使最是嗜睡，若有人敢吵醒他，少不得要去教场领罚，哪是这轻轻一摸就能过去的事儿。夫君，今日起早要去敬茶。活人哪起得那么早？着急忙慌的，死了人不吵。你既然你不睡，咱们就做点别的。本该是怨念一场，不料却越有两相。谁情绪的一眼地老天荒，再不问来日方长。遇上苍越发三丈。宁安侯府最大最尊贵的主子，便是谢之让的祖母谢老夫人。老夫人膝下有3子1女，长子袭爵为宁安侯，次子幼子在朝中各有职位，幼女则是嫁去了陇右，好几年都不曾回来看过了。侯府有45子方可纳妾的规矩，故而这一大家子除了老夫人只有3位太太。侯夫人育有2子1女，长子过世，留有1双儿女，谢之让为次子，兄长过世后便成为世子。幼女却是早早便夭折了，二房子嗣不封，只有谢之言1个儿子，还身体不好，也因此二夫人时常觉得矮了2位妯娌一头。三房倒是人丁兴旺，3子2女俱未婚嫁，挤挤挨挨一堂，打眼望去竟都是3房的孩子。江蜜紧赶慢赶，终于在40正赶到上房敬茶。他本以为至少还被人说上2句，却不想一众人面色淡淡，见怪不怪的样子。确实，这一家子人都知道谢之让的脾气，不上朝的日子里，谁不让他睡到自己醒，他非把你头顶的瓦给掀了不成。40正还算早了。好孩子，瞧着便是个可心人儿。我呀，在这府上也没个说话的人，你可要时时去我那里坐坐才是。这何福上下？行了，大喜的日子，娘，您这般盼着我，我打心眼里高兴啊。我巴不得去您那儿烦您呢，只盼娘到时候别嫌我吵才是。今日外头风大，您便是再高兴也不能再哭了。等会儿让风吹着了，若是有个眼疼头疼的，那真是儿媳的罪过。您等会儿回去了，叫下人用热水帕子敷敷眼睛，能舒服许多呢。听你的。谢之让颇为惊诧地看了眼江蜜，平日里他最怕见着自己这位娘亲了，3句话说不完便要哭。他杀了人，他要哭；他不娶妻，他要哭；他和宁安侯吵架了，他还哭。便是他这般铁石心肠的人，对上这么个水做的人，那也是能躲就躲的。不想自己新娶的小媳妇儿，3言2语就把人哄好了，当真是稀奇。连老夫人和宁安侯都多看了江蜜一眼。瞧我们这3郎媳妇儿，果真是个妙人儿。我这大嫂啊，最是宽厚，只眼窝子浅，多少年的老毛病了，3郎媳妇儿一来便好了。听闻二哥读书刻苦，这香包配了些提神醒脑的药材，恭祝二哥早日高中，光耀门楣。
这小丫头片子竟是个嘴上好听的。昨个夜里喊着夫君最好，最疼夫君，转而给所有人都准备了礼物，唯独自己没有。油嘴滑舌。哎，你们几个腿断了不成？不过来给嫂嫂见礼，是想让她亲自过去见你们吗？腿断了？才不是！瞧你这哭的，可叫人心疼。你乖乖喊我2声，我便帮你，绝不让你丢脸。他当真是害怕那些东西叫人发现，若是真让人知道，他是面子里子都丢了个干净，还有什么颜面再在这府里待下去？夫君，你帮帮我吧，妈咪求求你了。哎呀，我之前便说不着急呀，你自己非得急匆匆的跑过来，你说你啊，是不是舍不得？你快些住嘴吧！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对他。训斥的话刚到嘴边，目光触及小美人泛红的眼尾，到底咽了回去。行，这小家伙无法无天了，看他回去怎么收拾他。我自风流，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春风，白衣遮山，是一个梦。笑看他人饮着流，又是为谁相思愁？红尘蹉跎，不如大梦随我西楼。谢之让做人做事随心所欲，百无禁忌。抱着江蜜回去又是一通胡闹，才眼足的抱着人睡下，简直混账。奈何刚睡下没多久，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双宁便来了，要按着谢之让的性子，那定是一盏茶碗扔出去，将人轰走了事儿。他有胆子有底气和府上任何一个人叫板，但他江蜜不行，就算谢之让再宠他也不行。后宅不是男人说了算的地方，更何况他还不确定谢之让会不会替他撑腰。他再喜欢自己，那也是在床上。这府上随便哪个长辈一顶不孝的帽子压下来，江蜜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夫君，你让我出去嘛，阿蜜知道你最好了。滚！世子夫人安。老夫人说，世子夫人既然过了门，便将这些管家的事儿都交给您。大夫人不管事儿，平日里那对牌钥匙便放在三夫人那处。今日老夫人着奴婢送来的是早几年宫中账册，好叫世子夫人熟悉熟悉。老夫人夸世子夫人伶俐，但这勋爵人家的管家之事到底不同寻常人家，便给您请了秦嬷嬷来教导。老夫人说，您什么时候学成了，便什么时候去三夫人那处取对牌钥匙。老夫人一片苦心，我都记在心里，一定会跟着嬷嬷好好学的。世子夫人，没完了！再吵，舌头拔了，还不进来？来了！世子今日心情不佳，我便不留双宁姐姐了。今日劳烦您跑一趟。秦嬷嬷，我得去照顾世子，就先让福东带你下去吧。再敢有下次，我不介意做个官妇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老夫人说，世子夫人既然过了门，便将这些管家的事儿都交给您。大夫人不管事儿，平日里那对牌钥匙便放在三夫人那处。今日老夫人着奴婢送来的是早几年宫中账册，好叫世子夫人熟悉熟悉。老夫人夸世子夫人伶俐，但这勋爵人家的管家之事到底不同寻常人家，便给您请了秦嬷嬷来教导。老夫人说，您什么时候学成了，便什么时候去对牌钥匙。
乖乖的，我疼你。我乖，我好乖。魏明，点香。他刚刚是真的很疼吧？长久受病痛折磨的人最是性情不稳，看来这位才是府上最难伺候的人了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这处院落竟这般安静。他知道两人之间情谊浅薄，但到底觉得有2分鱼水情。可刚刚谢之让毫不留情的翻脸，彻底断了他的妄想。江蜜只盼着自己乖乖听话，他能留他一条小命。谢之让有多嗜睡，江蜜新婚3日终于知道了。一天12个时辰，竟有7、8个时辰全在睡觉。这厮自己睡便罢，非得拖着江蜜和他一起。可怜江蜜躺在床上，头顶的幔帐都要被他钉出2个洞来了。3日过后，谢之让要上朝，江蜜恨不得挂了鞭炮庆祝一番，脸上的笑也真诚不少。哼，你个没良心的小东西，我走了这般开心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怎么会呢？我是看你穿这个衣服好看。咦，你恶不恶心？这么大个人了，说话还把口水喷我手上。够男人！昨天是谁把手指头伸进他嘴里让他舔来着？那会子不嫌他咸水脏了？送走谢之让这尊煞神，江蜜总算能松快松快。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欺负我，让世子夫人，大夫人遣人找您过去说话。我这多少年没见着你这般可心的人儿了。我记得你是家中独女，以后别唤你元娘可好？元娘，她确实是家中独女，可自爹爹娘亲去世后，便随了叔伯家的尺序行期。有多久没人叫过自己一声元娘了？我今日这么早便着人去寻你，是怕你直接去了老夫人那儿白跑一趟。阿让要上朝，银时正起身是不得已，你可不必每日这么早过来给我请安。小姑娘便该多睡会儿，养养身子的。我就知道娘是最疼我的，这世间可再寻不到第2个像您这般好的婆母了。谢谢娘。阿让那孩子最是个混不吝的，平日里还得你多包容包容他。娘，夫君他对我挺好的。他待你好就好。我如今是只有他一个儿子了，可他平日里也嫌我烦，是从不肯与我多说半句的。我只能盼着他好便罢了。如今他娶了妻，还是你这么个可心人儿，我便放心了，只等着你给他诞下孩儿，届时我便是死，也了无遗憾了。娘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您怎么只有夫君一人啦？您还有爹爹，还有大哥大嫂的1双儿女，还有我呢。我们可都盼着您长命百岁的。您便是不想他们，也该想想您未头生的孙儿和孙女儿呀。日后我和夫君若有了孩子，他一生下来便少了祖母的疼爱，他得多可怜呀。人家孩子回家了，便有祖母搂着抱着，心肝啊宝贝儿啊的哄着。他一问我的祖母呢，您叫我如何是好？您这般菩萨心肠的人，怎么舍得呢？面前这位小祖宗是这府上第2能哭的人，他和谢之让的小侄女谢婉。昔年先世子阵亡边疆，一代儒将英年早逝。先世子夫人郑氏在家中哭得几近昏厥，却被查出已有1月身孕。但触景生情，她日日郁郁寡欢，为了她身体着想，谢家便将人送回娘家将养。任氏替先世子守孝3年，孝期刚过，便说要和离归家，还以孩子小为理由要带走谢婉。
谢婉5岁的时候，任氏改嫁，那家人却不许带谢婉过去。任家也不想养着外嫁姑奶奶前夫的孩子，连人带包裹团吧扔了回来。谢家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正要找任家算账，自家却后宅起火，惹了塌天大祸。谢婉回来的时候已经5岁了，和谁都不亲。那时候一家子人谁顾得上管他，关系自然更加疏远。等到想管时，却是再也管不了了。这不通风，湿气还重，我送你回院子可好？或是去我院子里玩一会儿？下去吧。小院里春光明媚，堂屋屋门大敞，一娇俏女子坐在桌边，素手执笔，露出一截盈盈皓腕，白皙惹人眼。廊下春凳上坐着一个小丫头，两只脚踢踏着拨弄屋外日光，一派温馨，满是安宁。谢之让嗷一口将整块糕点吞了进去。不准哭，再哭眼珠子给你挖出来。好了，阿婉，你三叔吓你的，别怕。你吓唬他干什么？谢之让见那张红唇一张一合，就是说不出自己想听的话，耳边还咿咿呜呜，烦死个人。乖乖，轻声些，我可没捂他的耳朵。谢之让倒没想带坏孩子，解了气便放过江蜜。他现在更想睡觉。小丫头片子，回你自己屋去。夫君，你白日睡觉的时候就不要拉上我了呗，你看我这么闹腾，打扰到你就不好了。而且我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莫让我管家呢，我得慢慢从三婶那里把钥匙对牌接过来才是。管家的事儿你先别管。你是要做点什么吗？不是我，是东宫两个脑子被门夹了的蠢货。是因为账上平白少了几笔银子吗？这都看出来了。等着看戏便是。来，喝水。谢谢夫君。多喝点，补水。补水？他补什么水？我喝完了，用膳。我也多补。他就知道这狗男人没安好心。路过人间一壶酒，春风背着山，这故事曾经落下的手，烛光灯影里有几个他放下情缘散了爹，您真厉害，钓了12条鱼呢。哪里是我厉害，是这池子里的鱼安逸惯了。婉儿看着这鱼在想什么？婉儿是馋鱼吃了呢。既如此，这桶鱼你们拿走吧，晚上好添个菜。谢谢爹爹。天色不早了，也该回去了。爹，您没事吧？年轻时留下的老毛病了，应当是要下雨了，不碍事儿，就是吓着你们了。我们不要紧，爹您没事就行，我和婉儿送您回去。让下人扶着就行。变天了，快些回去吧，当心淋了雨。今日这雨下的真他娘的晦气。谢之让手下有2位指挥同知，曲怀英便是其中1位。今日谢之让带着曲怀英去捉人，2人兵分2路，以信号弹为行动暗示，要拿人时偏巧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信号弹让雨一浇，哑火了。去找匠人把东西改进一下，然后让人在京城周边的村子里搜，城门那边看紧了，让底下人招子放亮一些，别混进城了还傻傻的在外边找。是，这刘平没捉住，地下那边了不起挨顿板子，我落不得好，你也别想跑。行，我陪着你挨打。哎，城西新开了家酒楼，
本来想着请你喝酒去，哎，可惜天公不作美啊，没口福喽。喝酒还是拈花？哎，谢三儿，我可是让你坑惨了，做个劳什子破锦衣卫，平日里累成狗也就算了，下雨天还淋得像只落汤鸡，你管我喝酒还是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下雨了呀，若是骑马回去定是要淋湿的，便让人套了马车来接你呀。你身上怎么都湿了呀？下场出门办事儿，淋了点雨。怎么也不换件衣裳呀？快些快些，咱们回家去。哎，谢三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竟然家人有约？好啊你如今厮混都不叫我。哎呦，谢三儿，你干嘛？下雨了，我娘子来接我回家。那酒啊，你自个儿喝去吧。雨天路滑，徐同志路上当心啊。你，谢三儿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就是娘子吗？我回头娶她个10个8个的，我让他们排着队轮着班的来接我，10天半个月的，嘿，不重样。这位大人可是要捎你一程。菊儿，你先娶着一个再说吧。回府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我看他是你同僚嘛，又关系蛮好的样子。不是这个，昨晚上还骂我无耻，早起上朝都不肯搭理我，你能这么好心来接我下职？那一码归一码，夫君您平日里待我千好万好，我也得体贴体贴你才是啊。小骗子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夫君，我错了，我说。先几日我婶娘写了信来，说叔父在官场上受人打压，想叫夫君你帮帮忙，但我想着官场之事不好给夫君惹麻烦，便一口回绝了。不曾想他们又写信来，说我未亲自归宁回门，他们放心不下，想来京城看看我，但我想他们10有8九是为你来的，他们是长辈，我不好拒绝他们上京来，便想着请夫君帮我演场戏，他们见我在你这儿不受宠，我再对他们哭上一哭，他们也便绝了心思了。这也是为了夫君你以后能少点麻烦，对不对呀？我不许你什么麻烦也没有。夫君若真要这么想，也没错。那咱们这亲事不是老太爷生前定下的吗？还让陛下赐了婚了呢。我婚前都不曾见过夫君，不曾来过京城的，给你找麻烦的也不是我呀。牙尖嘴利，那夫君你到底帮不帮我嘛？夫君，阿让哥哥，让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是世间第一好，帮我呗。这么讨厌他们，这事儿我替你解决，我满意了。是真的？自然不假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能不能换一个？换一个也行。来寻星不能一念，自小的路太难，人心太善变，爱情一点不好。宁安侯送给2人的鱼，在征得谢婉同意后，江蜜一个院子一条分了过去，只说是侯爷亲自钓的鱼，叫他分给大家伙尝尝鲜。而宁安侯那处，江蜜则吩咐厨子做了一道松鼠桂鱼，让下人给端了过去。老夫人收到鱼，沉默许久，什么都没说，只端下去让人收拾了，当晚就出现在饭桌上。侯夫人也沉默，自嘲般笑笑，让人放在池子里养着。二夫人则是笑着称谢，还让人回了礼。三夫人却是笑吟吟收下东西，转头拧着帕子，满脸嫌弃。真是小门小户出身，竟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膈应谁呢？你倒是会做人，哪头都不忘了讨好一二。夫君，今日我瞧公爹腿脚不利索，
夫君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把主意打我爹头上去了？夫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是在尽为人儿媳的本分，你告诉我嘛。哎，行了你啊，少来这一套。要不是他吃这一套，他还不惜的和他撒娇呢。老头年轻的时候戍守边疆，腿上让人砍了一刀，便卸甲归京。后来江南水患不止，他奉旨前往赈灾，听说是为了救一个孩子在水里被石头撞了，腿没事，就是让水泡出了毛病，一到雨天就疼。原来真的是他，那这救急就没法子治吗？大夫找了不老少，没起什么作用便是，他就活该。他是你爹，怎么能那样说他呢？而且他也是为了百姓呢。天际谁想起这三国秋地，偏偏年里生生别离。潮声偏起，若是又想起这三国秋地，偏偏。这一夜，谢之让捉弄得格外狠。往日那个羞人的话也不说了，乖乖宝贝更是不哄了，只埋头沉默办事。最后是江蜜彻底恼了，狠狠一口咬在男人颈侧，才算了事。他不知道男人发的什么疯，早间他起身去上朝，堵着一口气不去搭理他。这把他当什么了？谢之让很不爽，他从小便是家里的异类，一家子上上下下个个光风霁月，谢家宝树，独他一个阴险狡诈，冷心冷情，本也无甚大碍，了不得被人骂一句纨绔。他那个蠢爹蠢出天际了，都有人护着他。从前他家人是，现在江蜜也是。大人，探子来报，说刘平逛暗门子去了。这狗东西胆儿那么大呢，大难逃脱还想着去风流一把。哎，我说，昨日你不是高高兴兴的和你家娘子回家去了，怎的今儿个一大清早脸黑的跟煤炭似的？你让你家娇娇娘子踹下床了？少废话，大人。风雨飘摇，江湖的隐忍难消，走之遥遥，花前月下人逍遥。元娘，你怎么到这处来了？昨日乔爹腿脚不适，我便寻思着送些药酒来。娘，您这是要出门？15了，我去法清寺陪陪小六。小六，娘，六妹妹许久不见您，定是想您想得紧。您若这般哭着去，可叫六妹妹如何安心？您得高高兴兴的去见她才是呀。你说的是。江蜜只陪嫁了福东一个心腹丫鬟，这个晚夏是原先在谢之让身边伺候的，后来被他指派过来服侍江蜜。府上曾有一位六姑娘，是侯夫人和夫人的妖女，在4个月的时候夭折了。早夭之人是不能进祖坟的，夫人便捐了一大笔香油钱，将六姑娘的牌位供奉在法清寺，每月15便要去寺里吃斋念佛，直到20才归。当年我还小，隐隐约约听说夫人便是因为这件事才同侯爷彻底生分的，只是具体如何便不知晓了。原来是这般。爹，昨日我瞧您腿脚不舒服，便想着带着药酒来给您试试。我娘家祖母也腿脚不好，一到冬日那膝盖就发疼，特意寻的这偏方，搓了能好上许多。若是能有用，爹您也能舒服些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今日来是想和您道谢的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10年前江南水患，您在河边救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便是我。我爹爹娘亲都被水冲走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时候掉在水里，我都不想活了，是您跳进河里把我捞上来的，也是您和我说了那番话，才让我接着活下去的。后来我家里人说我爹爹娘亲找到了，叫我回去见他们最后一面。等我办完丧事想找您时，却发现您已经走了。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恩人，也没想到恩人您会成为我公爹。我感激您幼时救我一命。快些起来。他那时候只有7岁，
所有人都告诉他爹娘死了，他没爹没娘了。掉进河里时，脏污的河水蛮横地冲进他的鼻子嘴巴，连带着一阵阵猛烈的窒息。胸腔中的气渐渐减少，身体被席卷，被裹挟，找不到一点借力，无依无靠，就像他的人生。可是在绝望里，有一双手紧紧抱住了他，一点也没有松开。哪怕他被石头撞，被木桩砸，他依然没有松开，坚定地抱着他游上了岸。如果不是他，他不会活，更没可能见到爹娘的最后一面。10年呐，已经很久了。都长这般大了。谢之让带人追过去时，那人正和继子颠鸾倒凤，二人亲热得忘乎所以。曲怀英听着那咿咿呀呀的叫声，黑着脸一脚把门给踹了开来。娘的狗东西，老子为了追你一口水都没喝，你倒是在这里享福，给我拿下！呸！别得意，你们锦衣卫说到底就是皇帝手里的狗罢了，和我有什么区别？今天是我，下次就是你们，你们都等着。是，老子等着呢。三儿，想不到你这战况挺激烈呀！赶紧滚！不了，今儿没空。这是重要的证据，我亲自拿。府上的江密没等来谢之让说的好戏，也没等到他给自己解决娘家人，倒是先等来了府上的姑奶奶和表小姐。这位姑奶奶名唤谢雅君，年轻时绝对是艳冠京城。那时的老宁安侯还未降爵，谢雅君作为镇国公唯一的女儿，那荣宠当真是京城里的独一份，谁也越不过她去。却不想跟陇右一位不知名的将军看对了眼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非君不嫁。镇国公疼女儿，到底没辙，松口答应了，还重重提携了女婿一把。娘，您怎的真让哥娶了那乡家丫头？我们让哥可是世子，娶的妻子以后就是宗妇，怎能让那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占了位子呢？那董远山不是乡下泥腿子出身，当初是谁要死要活的嫁给人家？你好意思说三郎媳妇儿？娘，还娘还在这儿呢，您当他面说什么呢？当他面怎么了？我就是当着董远山的面，我也这么说。娘，咱们起先说好让还娘嫁给让哥的，他比不过那王家姑娘就算了，怎的？三郎媳妇儿，先前我让秦嬷嬷跟着你，现如今招待他们的事儿便交给你了，也叫你练练手。多谢祖母愿意教我，愿意让我放手去做。秦嬷嬷教的细心，只是我是个蠢的，跟着学了点皮毛，便来班门弄斧了。若有什么闹了笑话的地方，还请姑母和表妹包涵我一二。你倒是油嘴滑舌。少夫人，姑奶奶说她不喜欢用白釉彩的茶具，说是白的瞧着晦气，想让您给换成青釉的。她还说她记得未出阁前有一套青釉刻花瓷的茶具，她甚是喜欢，想用那套。她都嫁出去20多年了，20多年前的茶具，她让人一时上哪儿找去？这劳什子姑奶奶就是故意为难他们家少夫人呢。晚夏，你亲自去一趟雅莲院，把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全部记下来，告诉他们我尽量满足他们，但有些东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还请他们将就一二。福豆，你去库房那边誊抄一份送去雅莲院的东西名单，什么东西谁送过去的，几时送的，是否被退回去了，你都去抄仔细了，别生阳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往日瞧着伺候的人已经够用，可现下看来，若是真的接手管家大权，还是不行。独木难支啊。晚夏回来时，不仅带回了一页长长的、密密麻麻写满要求的纸，还带回来一个消息：少夫人，表姑娘去接世子爷下班了。一不下雨，二不打雷的，她怎么比自己还殷勤呢？
让哥媳妇儿，这一桌子上可就你辈分最小，怎的好意思只顾自己吃喝呢？也不知这江家是怎么教女儿的，我娘拉不下脸，我却是要替她好好教导教导心腹的。吵什么？阿让哥哥，等会儿用完膳，环儿去你书房将东西拿给你可好？娘子，为夫想吃鱼。他就知道这厮逮着个理由就可劲儿欺负他。江蜜被他搅得生气，咬着牙偷摸摸狠狠踩了他一脚。谢之让也不恼，见这小娇娇露出本来面目，嘴角笑意更甚，终于不再逗弄他。而谢雅君见江蜜被谢之让刁难，乐得合不拢嘴，自然不再去找人麻烦。一场家宴众生相，结束时已金乌西沉。他这个爹最是不待见他，平日里迎头碰上都是装看不见的，今儿个竟然专门等他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成？找我？环娘，我同你三表哥有事儿说，你在此处稍等。说吧，什么稀罕事儿？你看看你，像个什么样子？父亲大人可不是专门来这儿逞威风的吧？你姑母曾想将环娘许配给你，但被我和你祖母拒了。不论你和环娘是否有情，你要记得元娘才是你的发妻。您这是前车之鉴，给我传授经验来了。总之，你待元娘好些，和环娘避着点儿。这小娇娇竟会些蛊惑人心的手段，连这老古板都被他收拢了。颠颠等在这路上拦人教训呢。今儿个身上有伤，若是叫这小娇娇看见了，只怕吓着他，那就饶他2日好了。脑中忽然又想到那本妙不可言的书册，可惜了。阿让哥哥，咱们还去书房吗？赶着去投胎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喊我哥哥的。不过地底下倒是有不少人临了想求条生路，哭着喊着叫哥哥与我攀亲呢。如今的坟头草也有你这般高了。我错了，三表哥。再吵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烦死了，他就该直接回去欺负江蜜，为个劳什子破东西在这儿和一个蠢货浪费时间。他的小娇娇哭起来的时候最好看了。想到江蜜，谢之让的心情平缓2分。我让你拿给我的东西最好完完整整一次性给我，你若想今日给，那便随我去书房；若想明日给，那便回去歇着吧。我忽然想起来还有点东西忘记带过来了，我先回去收拾收拾，明日一定整整齐齐的给您。他就知道。那我便静候表妹光临。他敢对谢之让耍小性子的底气来源有2：一是谢家45子方可纳妾的家风，2是他对自己在除睡觉之事外的宽纵。但方才他亲眼瞧见谢之让同董玉环靠在一处，那样亲密，那样刺眼。他想，他不是特殊的那个人，他能哄自己，就也能哄别人。倘若他一意孤行，要将董玉环收作妾室，甚至抬为平妻，谁又能将他怎样呢？她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通身不过一张赐婚圣旨做保命符，她得罪不起谢之让。二哥，可寻我有事？我想请三弟妹帮我一个忙。三弟少时有阵子住在外头，曾丢了几次旧书。前几日我去书肆淘书，正巧寻到2本，便买了回来。三弟妹，还请你帮我带给他吧。这般久的事情还记在心上，那我便代夫君谢过二哥了。聊什么？笑这么开心？二哥替夫君寻到少时弄丢了的书册，只是二哥不好意思亲自给你，想托我帮忙呢。有些东西丢了便丢了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偏又当个宝贝似的捡回来。三弟，我三弟也是你喊的？是子。夫君，你瞧天都黑了，你今日当值辛苦了，咱们快些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怎么，怕我和你的好二哥打起来？对你二哥就是花前月下，对着我就是赶紧走。
这厮讲不讲道理啊？他还没和他算董玉环的账呢，他倒捉奸似的逼问起他来了。别说他和谢之言没什么，就算是有什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呗。你好没道理啊，他哪里就是我二哥呀？若不是夫君你，我怎么会叫他二哥呢？我只将他看作夫兄，他也只将我看作弟妹，手里着呢，哪里就是花前月下了？要花前月下，那也得是我和夫君你呀。可是夫君呢？我想带你赶紧回去，是心疼夫君在外辛苦办差事，好替你洗洗脚，按按头，松快松快的呀。夫君可倒好，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通训斥，我心都凉了。我不过说你2句，你倒是10句100句的等着我。那东西也是这么大个人了，做事一点不讲究，下回离他远些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，夫君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寻到2本三弟遗失的旧书，想托三弟妹给他，但三弟他不要。你三弟他就那么个性子，你怎么大晚上找你三弟妹去了？我不敢自己给三弟，便去找三弟妹了，没想到让三弟给碰上了。那你也不能自己找他去，若是让人瞧见了，传出闲话怎么办？三郎媳妇儿出身低，日子本也不好过，再加上你三弟那么个性子。是表妹同我说三弟和三弟妹伉俪情深，她说我找三弟妹帮忙，这事儿一定能成的。他竟然敢算计到你头上，不知道这家姓了什么是吧？那么能撺掇，我非得撕烂他的嘴。谢之言不蠢，让亲娘一说就反应过来了，顿时有些懊恼，心中暗想该去和三弟解释一番，可又想这种事儿只会越描越黑，不由更加烦躁。这心腹也忒不懂得规矩，用膳不给长辈布菜便罢了，难道连成婚定省都晓不得了吗？还不快去把世子夫人从床上叫起来！好了，是我嫌他们吵闹，叫他们每逢初一15过来问安便。娘，你也忒好说话了些，那些个小门小户出身，又不是公主眷主，用得着你给这么大的脸面？我是谢家嫁出去的闺女，那董家老太太还不是要我晨昏定省伺候着？让哥媳妇儿今儿一早请安来了，我叫她在里头抄佛经呢，且有大半个时辰了。哎，她也就是装2天面子功夫。他昨日就猜到这位姑奶奶会来挑事儿。地藏经多是用于消除业障、超度亡灵，老夫人抄写这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？董玉环在谢之让那处没得好，愈发对江蜜看不上眼。你们这些没颜色的东西，拿着2个歪瓜裂枣的应付我们家姑奶奶，一碟子又小又蔫的葡萄就给我们打发了，真当我们是来要饭的不成？秀娘送来的布料花样子都是些什么挑剩下的破烂玩意儿，也忒丑了。昨日陛下赏赐下来的蜀锦呢，那才是配得上我们姑娘的东西。这蜀锦可是我们世子爷得来的赏赐，是给我们世子夫人的。你既说你家主子见惯了好东西，犯得着惦记我家世子夫人这点子东西吗？我们姑奶奶那可是老太爷和老夫人的掌上明珠，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姑奶奶挑剩下来才分到各处院里的，轮得上你们这么作践？更何况我们姑娘是世子爷心尖尖上的人，你们开嘴得起吗？素梅姐姐，我知道姑母和表妹都是顶尊贵的人儿，公主府设宴，祖母命三婶给家中女眷新做2身衣裳，那些布料花样子是三婶差人送过来的，我不过是帮忙跑个腿儿的。表妹若是想要新的料子，只怕素梅姐姐是要去三婶那走一趟啦。至于那蜀锦，我家爷一赏下来，我便高兴坏了，立时便让人拿下去剪了做衣裳，只怕腾挪不出给表妹了。你信不信我家姑奶奶去老夫人面前告你一状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我听祖母吩咐帮忙安顿姑母和表妹，能为她老人家分忧，我心里是万分乐意的。只是我是个笨脑子，姑母性子又急，这事儿常常是3、5件一起来，
我怕自己忘事儿，雅莲院的吩咐更让人一一记着呢。若是祖母问起来，我也好有交代。只可惜我太笨了，都办不好姑母交给我的事儿呢。还请素梅姐姐帮我说几句好话，劝劝姑母吧。你，姑奶奶折腾人，谁都知道，可没谁像江蜜一样，一桩桩一件件全给你写下来的。那厚厚一叠小册子，密密麻麻，有名有目，有理有据。真要闹起来，可不是谢雅君一句长辈就能含糊过去的了。到时候没脸的是他们。素梅气得面色扭曲，沉默半晌，气哼哼走了。一天天的净给少夫人您找事儿，瞧瞧这册子都快写满了。瞧，6月16，表姑娘夜晚睡得不安生，幔帐颜色不吉，熏香劣质，床木太差，黄花梨的床，玉华楼的香，这都瞧不上。她想上天用玉皇大帝的东西不成，见天跑到少夫人您面前来耀武扬威，说世子待她如何如何，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姑娘，谁跑到当家主母面前说人家爷们的事儿啊？她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你这丫头倒和你一般牙尖嘴利，说话厉害得很。世子爷，您回来了。他下次再也不乱说话了。天知道世子爷今日怎么那么早下旨啊？他不会给少夫人添麻烦了吧？这厮不会因为他的亲亲表妹就和自己翻脸吧？他都没支持小娇娇干这么多事儿，那对母女活腻歪了，见天过来给他找事儿做。为什么不和我说？他们是你姑母和表妹嘛，我帮忙做事儿都是应该的。我好吃好喝养着你，不是让你去伺候人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欺负你？还是说你也要讨他们俩欢心？他不是你心上人吗？我除了让着他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心上人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心上有人？那是你表妹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我说你是不是蠢？是不是缺心眼儿？你什么时候见我跟他亲密过？别人说什么你都信？你脑子里都是浆糊吗？那他刚来那日还去接你下旨，你还在小亭亲他，我都瞧见了。你打我！我那是亲他吗？他拿着谢家的东西和我装腔拿调，要不是顾着他的身份，我恨不得掐死了事儿。谢家男子45子方可纳妾，违者杖100。你不帮我维护声誉也就算了，还自己在心里瞎琢磨，你是不是就想让我挨打？你总维护那老古板，是不是就故意找事儿，让老头能有个由头打我呢？不是，难道他们不是在讨论他偷人吗？怎么就变成他故意想让丈夫挨打了？唉，有道是最毒妇人心，我今儿个算是见着了。乖乖，你可得补偿我。是什么？那表姑娘拿了什么东西让你那么生气？倒不是她拿的，当年姑母陪嫁出去的一些老人手上有我想要的消息，我便写信让他们送来。那母女俩想拿着这点东西拿捏我罢了。都是谢家人同气连枝的，他们不该这般做的。你看我干嘛？没什么，乖乖，让我瞧瞧刚才打疼没有？哎呀，不疼不疼呀！你别捏啊！别躲，裤子脱了让我瞧瞧。你羞不羞？不准说了。别人不知放弃，心愿不做冷静，夜色变得分明，一丝一口朦胧的倒影，你背影而出巡，愁眉低转难平。刘平自那日被缉拿回来，无论慎刑司如何用刑，他俱是一句话都不说。我夫人是江南人，她曾和我说江南水美。你说住在江南水边是种什么享受呢？谢之让你无耻！把账册交出来，我让你死前见他一面。你若不配合，有什么在等着他，我就不确定了。
你是怎么知道刘平还有个心上人躲到江南去了？其实最开始谢之让想的和他们一样，也觉得刘平这人精虫上脑，和那继子情深意重，昏了头。进赵狱之后，二人谁也不招，只让人觉得这对苦命鸳鸯抱了必死之心。但谢之让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先是那日捉拿刘平时，屋子里乱扔的衣裳不对，他是给江蜜脱过衣裳也穿过的，扔在屋子里的那几件倒像是两个人的衣裳混在一起，而后少了几件的样子。之后进了赵狱，刘平和那继子说是鸳鸯情深不舍分离，但在意到能生死与共的地步，刘平会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还去和他寻欢作乐吗？谢之让想，他对着江蜜尚有几分心疼，连旁人给他甩脸子找茬，他都会心生不愉，刘平呢？于是谢之让人去打听，顺着蛛丝马迹去查，果然在江南抓到了刘平真正的心上人。那个女人见过刘平之后处理了。是。这几日得了谢之让的准话，加之侯夫人从法清寺回来，江蜜的日子好过了不少。侯夫人出身北平王府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侯夫人当年膝下无子，谢雅君尚且斗不过她，如今自己儿子是当家掌门人，谢雅君就更没有胜算了。你怎么那么没用，连个男人也够不到手？娘，表哥太凶了，我不敢。你有什么不敢的你？男人女人不就那么点事儿，脱了衣裳往他跟前一杵，他个大男人还真能把你推开不成？哎呦，夫人怎么能去做这么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呢？上不得台面，男人不就吃着上不得台面的一套？当年那个狐狸精不就是靠这一招进了我董家的门？他使的，我使不得。夫人，您是什么身份？那贱蹄子又是什么身份呢？谢雅君口中的狐狸精和嬷嬷口中的贱梯子，正是董远山放在心尖尖上的小妾。还娘，谢家有家规，45子方可纳妾。你若是进了谢家门，日后再不用过我那样的苦日子。江蜜小门小户出身，凭什么来我谢家享这福气？你乖乖等着，娘一定让你做了世子夫人。夫人，咱们哥儿姐日后还要仰仗谢家，万万不能去做那下作事儿，消磨两家情分呢。嬷嬷，你若还将我当成主子，便住嘴吧。姑娘，您是我奶大的孩子啊，我头疼想休息了，你退下吧。素梅，你去。夫人放心，奴婢一准办妥这事儿。那日谢之让三言两语将他哄骗了去，提的补偿就是让他裙下只穿着穷裤去书房找他。他简直混账，那般轻薄的裙纱下只穿一条那样的裤子，若是风稍大些将裙门吹开，他还怎么见人啊？为了这事儿他拖了好几日了，可谢之让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他要再不去，他就亲自过来给他换上。谢之让，你太过分了，要是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？你就知道气。父子俩脸色都不是很好，显然是刚吵完架。爹，自己这娇娇软软的儿媳妇这般英勇，竟敢逮着他魂不吝的儿子骂，而他这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肯低头的小儿子，竟也不见半分恼怒之色，还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啊。夫君若是和爹爹有事要谈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父亲大人难道还要在这里碍事吗？子夜，莫要欺负元娘。怪宝，路上可遇到人了？没有。今日似乎有风呢，群门可被吹开了？可让人瞧了去？都没有。他就想让这小娇娇长长的睫毛上沾满泪珠，又羞又气，又得了乐趣。没有啊，那让我瞧瞧。不许你亲我。江蜜祭死节的时候有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他还是小瞧这男人了，他整一个天下最不要脸乌龟王八蛋。
爱的巧的叫我怎么写？说你穿着穷裤便跑来了，是专程送上门？他养在深闺，再是如何不受宠，也未曾听过这般放肆轻佻的话。今日他肯答应谢之让陪他青天白日就在书房胡闹，已是做了多日思想准备。他这冷不丁的一句话，瞬间让江蜜脑中紧绷的弦断了。他本就是跟那画册上的人学个好玩，哪成想真把人弄哭了。好了，乖乖，我错了，我下次都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见画册上的人这么说，才随口跟着说的，没有羞辱你的意思。不哭了，爸，乖宝，以后都不说了。你以后都不许那样说我，明明是你捉弄我，还往我头上倒打一耙。好好好，是我荒淫无度，是我色迷心窍，不关乖乖的事。你可真娇气。只是可惜了，他原还想和江蜜玩几出屠夫与美人、山匪与寡妇的戏码呢。江蜜自然不知道他这些花花肠子，斜他一眼，轻哼一声表示不满。来，过来亲我一口。梨花飘落在你窗前，画中一人在两人和好如初。那个俊美无愁的男人脸上褪去了往日的狠戾与不可一世，眉梢眼角沾染笑意，眼底更是化不开的柔情蜜意。他俯首与他说话的样子，那般温柔，那般令人心动。那样凶神恶煞的一个人，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。如果他是他的妻子，那他的温柔就都是属于他的。他会抱着自己，哄着自己，他会将他宠成这世间最幸福的人。可是江蜜把这一切都抢走了，谢之让是他的，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董玉环嫉妒得快疯了。江蜜可不敢有董玉环那么天真的想法。谢之让待他是好，但更多都是在床上，在床下他不刁难自己便是好的了，可不敢奢望他把自己宠成这世间最幸福的女人。他和谢之让之间的关系很微妙，明明做过最亲密的事，可总觉得心不是一起的。他说甜言蜜语时是真能将人哄到天上去，但江蜜知道那是哄人的。他想他俩应当是爱欲分离的，情爱不多，欲望却浓，也好的，总好过连欲望也没有。等到他成功诞下子嗣，便再也不用指望他了。他现下能赶紧把他姑母和表妹解决好，他便谢谢他了。江蜜这些日子有谢之让撑腰，把雅莲院能推的全都推到三房那边，弄得董玉环和谢雅君连他面都见不太到。不过托他俩的福，江蜜倒是搭上了老夫人。祖母，我瞧着天热了，屋内再点沉香便有些发闷，我寻了些芽柏过来，清清凉凉，最是适合夏日用，您瞧可好？你这芽柏香倒和我之前闻到过的不太一样。祖母，您可真厉害，一下子就闻出来了。这是我自己制的香，芽柏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长出来的料子香气有很大不同。夏日炎热，我便挑选枝干处的料子，又加了少许根部的老料，既清凉又不会过分冷冽。您觉得我这样搭配可好啊？尚可吧。祖母，您可是见过许多好东西的人，您说尚可，那便是顶好了，我可知足呢。你呀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哪是我自己贴金呢，这可是您替我贴上的。去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少夫人，您别瞧老夫人嘴上嫌弃，实则日日盼着您来呢。你个老货，编排起我来了。哎呦呦，咱们老夫人恼了。过2日长公主府设宴，这副头面你收下。祖母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你嫁进来第一次去参加大宴，陛下当初为你和让哥赐婚，京中多少人说闲话，你就该打扮得风风光光的去，
狠狠打那群人的脸，才不堕了我谢家的颜面。多谢祖母替我和夫君着想。姑娘，您说少夫人能扛起那些事儿吗？她扛不起也得扛。老大家的出身北平王府，老二老三家的也均是勋爵人家出来的姑娘。咱们这一府背后的关系啊，那么错综复杂。陛下当初给让哥赐婚，就是不想让他有个门庭显赫的岳家，不想让他再有旁的助力，否则这宗父重担何至于托付给他一个小家之女？少夫人远在江南，便是连侯爷都不记得这桩陈年婚事，您说陛下又是如何得知的？你倒如何？那位做了太子妃，自然是想让自家父兄升上去。他那般恨我们谢家，恨不能将我们踩进泥里。他们把着这一大家子的秘密，如何能不知道让哥的这桩婚事？你说那老头子究竟怎么想的？江家与他有恩，他有恩报恩便是，做什么非要搭上家中孙儿的婚事？当初李哥还在，宗室的重任落不到让哥的头上，老太爷这般决定倒也合理。而且少夫人是个体贴人儿，不管是大夫人还是侯爷，亦或是李哥留下的孩子，她都能处好关系，是个顶好的姑娘了。要怪啊，只能怪那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一笔写不出2个谢字，他们会遭祖宗报应的。今日长公主府设清凉宴，夫君快些起身梳洗吧，若是去迟了可就不好了。那便不去了。咱们一早就说好了的呀。夫君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才不会食言而肥的，对不对？哼，一大清早小嘴就甜津津的，想腻死谁？谢子夜，你讨厌死了！自从这小娇娇从糟老头那里得知了自己的字，3天2头便要谢子夜谢子夜的喊他。以前不知道他的字，他只有气急了才敢壮着胆子连名带姓叫他一声以表不满。如今倒好，胆儿真是叫他给养肥了。过来亲我一口，再叫声好听的，我就考虑起来。你不要脸！过来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今日乖乖的口汁是桃花味的。他就是个妖精。乖乖，叫声好听的来。让让哥哥，你快起来吧，让让哥哥。真乖。哎呀，夫君，咱们快走吧，娘和婶娘他们都该等急了。温柔点亮我过往静默的星空，冰雪都在此刻消融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太子妃今日也会来参加宴会呢。还是得长公主有面子，连太子妃都请得动。我估摸着她是为了谢家来的。谢家？你父亲刚调回来，你不知道？这太子妃呀，和那谢指挥使原是一家人。宁安谢和淮阴谢2家乃是族亲，但宁安谢仗势欺人，一直欺压淮阴谢。太子妃入主东宫后，淮阴谢便从宁安谢家脱离出来，另立门户，还寻陛下为自家讨公道呢。那宁安谢当真仗势欺人？这谁知道呢？外间都是那般传便是了。前几个月，陛下给谢指挥使赐婚了，赐婚的还是江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之女。听说爹娘都死了，是个孤女呢。陛下原还心疼指挥使大人，说那么个女人配不上他，可东宫抓着这门亲事不放，说这是老国公的意思。总之后来陛下还是赐婚了。就谢家那一大家子不好伺候的主，那江南来的姑娘嫁过去，不得被搓磨死？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？太子妃想必也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宁安谢和淮阴谢，我记得2家都是侯爵啊。
那这老国公又是谁呢？宁安侯府便是原先的镇国公府，2年前惹了事儿，被陛下削爵了，只是陛下没有褫夺老国公的封号。哦，原来是这般。外人面前，谢之让并不过分亲昵，却也给他嫡妻的脸面。众人见夫妻俩相敬如宾的模样，瞧着便知夫妻和睦，日子顺遂，没什么笑话可供他们瞧的。说脑子被门夹过的那个来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怕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他说的应当是东宫太子妃，这话还真不是谢之让骂他，他好像真的脑子被门夹过。你也脑子让门夹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啦，方才出神是因为夫君这般挂念我，让我心里感动呢。夫君你真好，有你撑腰，我才不怕他。哼，油嘴滑舌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。那些个勾栏瓦舍媚人下作的手段，倒是学了个10成10。见天的勾着自家爷们儿放纵呢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你和我耍什么威？小姑可不敢叫外人看了咱家的笑话。母亲最是看重谢家颜面，若是叫他老人家知道你在外面和自家人闹，那可少不了一顿训斥的。什么东西？真当自己还是谢家的掌上明珠呢？你女儿敢算计到我儿子头上，我叫你也没有好日子过。哼，二弟妹，方才若不是你出言相助，我定是又被那凶妇狠狠制住了。你听听你说的这话，你自己信吗？大嫂言重了，严哥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了，我正想着今日替他相看相看，我便先走了啊。娘，我听说那莲池风景极美，您陪我去瞧瞧可好？哎，去瞧瞧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太子妃今日也会来参加宴会呢。还是得长公主有面子，连太子妃都请得动。我估摸着她是为了谢家来的。谢家？你父亲刚调回来，你不知道？这太子妃呀，和那谢指挥使原是一家人。宁安谢和淮阴谢两家乃是族亲，但宁安谢仗势欺人，一直欺压淮阴谢。太子妃入主东宫后，淮阴谢便从宁安谢家脱离出来，另立门户，还寻陛下为自家讨公道了。那宁安谢当真仗势欺人？这谁知道呢？外间都是那般传便是了。前几个月，陛下给谢指挥使赐婚了，赐婚的还是江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之女。听说爹娘都死了，是个孤女呢。陛下原还心疼指挥使大人，说那么个女人配不上他，可东宫抓着这门亲事不放，说这是老国公的意思。总之后来陛下还是赐婚了。就谢家那一大家子不好伺候的主，那江南来的姑娘嫁过去不得被搓磨死啊？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？太子妃想必也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宁安谢和淮阴谢，我记得两家都是侯爵啊。那这老国公又是谁呢？宁安侯府便是原先的镇国公府，2年前惹了事儿，被陛下削爵了，只是陛下没有褫夺老国公的封号。哦，原来是这般。外人面前，谢之让并不过分亲昵，却也给他嫡妻的脸面。众人见夫妻俩相敬如宾的模样，瞧着便知夫妻和睦，日子顺遂，没什么笑话可供他们瞧的。说脑子被门夹过的那个来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怕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他说的应当是东宫太子妃，这话还真不是谢之让骂他，他好像真的脑子被门夹过。你也脑子让门夹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啦，方才出神是因为夫君这般挂念我，让我心里感动呢。夫君你真好，有你撑腰，我才不怕他。哼，油嘴滑舌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。那些个勾栏瓦舍媚人下作的手段，倒是学了个10成10。见天的勾着自家爷们儿放纵呢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你和我耍什么威？小姑可不敢叫外人看了咱家的笑话。母亲最是看重谢家颜面，若是叫他老人家知道你在外面和自家人闹，那可少不了一顿训斥的。什么东西？真当自己还是谢家的掌上明珠呢？你女儿敢算计到我儿子头上，我叫你也没有好日子过。哼，二弟妹，方才若不是你出言相助，我定是又被那凶妇狠狠制住了。你听听你说的这话，你自己信吗？大嫂言重了，严哥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了，我正想着今日替他相看相看，
我便先走了啊。娘，我听说那莲池风景极美，您陪我去瞧瞧可好？哎，去瞧瞧。元娘，你来，我带你去见2位长辈。这2位，一位身份高显，是雍亲王府的清溪郡主，嫁与礼部侍郎曾方海做正妻。这曾方海乃中极殿大学士曾德清之子，据说明年也有望入内阁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曾家一门2阁臣可真是门庭轩赫，如日中天。另一位身份则低些，名唤杜子英，其父乃四川布政使，嫁与光禄四卿孙冕为妻。清溪、子英，这是我家心腹元娘，今日带来与你们认认脸。元娘，这2位都是我出阁前的手帕交，这位是清溪郡主，这位是光禄四卿夫人。元娘见过清溪郡主，见过孙夫人。好你个没良心的，合着我在你这儿只是个光禄四卿夫人不成？好孩子，唤我孙夫人可真是生分了，叫我一声姨母可好？您不嫌弃，我自然是万分愿意的。元娘给姨母请安。哎呦，果然还是香香软软的小闺女最讨人喜欢了。我家那几个不成器的，都是来气我的。以前也没见你对我家那几个姑娘这么稀罕。那能一样吗？我那不是想着年轻，总会生个女儿出来的吗？那小六呢？提小六做什么？程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哼，他自己不争气，害得女儿枉死，我不过是无心之言，他甩点子给谁看呀？谢少夫人，我家娘娘请您去水阁一叙。谢太子妃和宁安侯府同出一族，却水火不容。她和谢之让的御赐婚事，据说是东宫一手促成的。那她今日来找他，又是想做什么呢？算起来，本宫与你夫君还是堂兄妹，你这堂嫂过门都不曾来与本宫见礼，这宁安侯府当真是少教。好好的一个心腹，竟这般被教坏了。娘娘身份尊贵，臣妇小门小户出身，岂敢与您攀亲？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谢之让那人惯来眼高于顶，毫无禁忌，倒是不知对自己的妻子又如何呢？夫君他什么都没说，自个儿猜去吧。你这婚事到底是本宫和太子替你们求来的，那府上的老太君和各位夫人哪个都不好相与，若你受尽搓磨，本宫心里也不好受。若宁安侯府有人待你不好，你便报上本宫的名号吧，本宫这东宫太子妃的身份，多少也能与你一些庇护。那臣妇便多谢太子妃娘娘了，娘娘人美心善，真是天仙一般的人物，可叫我敬仰呢。世间之物千穿万穿，唯独马屁不穿。那混账东西心眼多的和筛子似的，竟配了个这般蠢货，妙极妙极。这是怎么了？婆母在池边被风吹着了，便来此处休息一二，也不知怎的，头晕竟愈来愈严重，几乎要昏过去。臣妇心中害怕，便命丫鬟去寻公主，却久久未归。万幸万幸，可算是见着您了。臣妇与婆母当真是害怕极了。哎呦，竟这般严重！不可能。姑母是在寻什么？没什么，
那个没用的东西连2个女人都搞不定，简直是废物。谢大人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夜间躺在床上，江蜜回想今日发生的一切。他和侯夫人明显是遭了谢雅君的算计，可谢之让回来之后平静得很，并无发作任何人。那他应当是不知道在长公主府发生的事儿。他虽是谢之让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原配嫡妻，可若叫他知道他今日和一陌生男子共处一室，那男子还对他心怀不轨，他会如何想呢？瓜田李下，他这般喜怒无常之人，当真会毫无芥蒂吗？他不敢赌。今日可发生什么了？娘身体如何了？是不是有人在她面前提六妹妹了？她哭得太狠，晕过去了。是清溪郡主提了句六妹妹，娘便自己走了，都怪我当时没跟着她。此事不能怪你。太医今日寻夫君出去，可是有什么不好？母亲身体倒是无甚大事，只当年六妹妹夭折一事另有隐情，那太医正好知晓一二，事关谢家脸面，不好在外人面前提起，他便寻我出去说了。睡吧。今日太医同他说侯夫人被人下了药，他便察觉不对，立刻吩咐魏明去查，果然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从莲池出逃之人。那人甚至不用谢之让出马，一进赵狱便哆哆嗦嗦全交代了，包括幕后之人是谢雅君一事。他将此事隐而不发，便是在等江蜜主动与他提起。可他等了一下午也没等到江蜜找他告状，于是睡前他亲口问了，可他仍然一句话都没说。等江蜜睡了，他便命魏明趁着夜色将牵扯进来的丫鬟全部秘密羁押起来，而后亲自去往赵狱审问。那个传话的丫鬟是一早在二夫人身边伺候的，可却听从谢雅君的吩咐办事。当年谢雅君的陪嫁便有家中一部分暗哨，这本是老太爷心疼幼女为他准备的防身东西，却不想他将这些手段全使到自家人头上了，他必须得把这些钉子全拔了。至于那个男人，他本想一刀杀了了事，那男人哭着喊着求他饶命，他都不为所动，直到他喊出一句：大人，夫人说3日后让我在城西破庙等她，她说她会带着银子和文书让我走的。若让夫人知晓今日之事，下次没的可不只是一只手。多谢大人，小的一定守口如瓶。别过来，不要！夫君，夫君，怎么了？来人，叫大夫，快去叫大夫！他竟然在害怕。江蜜，江蜜。谢之让不自觉叫着他的名字，强自镇定地替他检查身体，终于发现这些血液全部来自江蜜的臀部，顿时松了半口气。爱恨无终身。世子啊，您可要好好爱护世子夫人的身体才是。世子夫人幼年时身体遭了亏空，很是体弱。您身强体壮，精力旺盛，于房事上不知节制，少夫人却是受不住啊。而且少夫人的脉象细沉，当是受到惊吓之故。老夫开2具汤药，一服为调理，一服为安神。您还需少夫人注意保暖，切莫着凉。癸水之后，
我再来换个方子接着调养。而且少夫人过于纤瘦，平日里该多进步一些。至于世子，癸水之后便禁欲一月吧。他耽于享乐，竟然还将他身子给折腾坏了，这可比被娘子踹下床还要丢人呢。但谢之让面上不显，只沉声道自己知道了。谢之让换好衣裳，便觉眼前发黑，正要开口让魏明点香，视线触及江蜜睡得香甜的面庞时，还是将话咽了回去。他翻身上床，不再像往日一样把人抱进怀里，而是侧过身子环住他，将温热的掌心贴在江蜜小腹。他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，才慢慢闭上眼睛睡过去。江蜜醒时，简直不知今夕何夕。大户人家都忌讳女子癸水，认为这是污浊之物，会给家中男人带来晦气。尤其谢之让，他是刀尖舔血之人，应该更为忌讳才是。连他娘家那等人家，家中叔伯谁不忌讳这个？前几月的小日子，他都是主动搬到阮榻那边睡的。谢之让只看他几眼，什么也没说。怎么现在？他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呢？为什么连吵到他睡觉都不曾与他发怒呢？自爹娘去世以后，再没有人这般体贴呵护他。他从来不惧面对旁人恶意，一张小嘴舌灿莲花，却对真心待他之人束手无策。昨日对侯夫人是如此，今日对谢之让亦然。这点温柔令他贪恋。再醒来时已是傍晚，二人起身用膳。江南好细腰，时人以瘦为美。江蜜先前并不知晓会嫁来京城，未能寻一门好亲事，遂节食保持纤细身材。后来嫁给谢之让，男人床地间对纤腰爱不释手，江蜜想他应当是喜欢这样的，便也依然保持节食的习惯。谢之让见他猫吃食般，眉梢轻轻拧了一下，养不起你了，吃这么点。就吃一餐，应该不会变胖吧？吃不下了，夫君，吃不下了。真吃不下了？那让我摸摸。看来确实是吃饱了。你可得多吃些，乖乖身子嫩，我亲。不可以啊。乖乖，纵然是你想，我也不好答应的，我吃不消啊。气性都这般大。他小日子时格外容易生气，这狗男人还偏要来招惹他。对我都敢这般放肆，怎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？知道为何你今日这般疼吗？吃太少了，体虚。下回记得多吃些。堂堂锦衣卫指挥使养出来的娘子体弱多病，传出去想笑死谁啊？从小到大，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要对自己好一点这类的话。江南那一家子豺狼虎豹，联合官府将他父亲的产业据为己有，便是他母亲的嫁妆，他据理力争，以死相逼，才得以保全。江蜜虽然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但他7岁便待在那个家里，又哪能半点不受影响？他那能言善辩、伶牙俐齿的功夫，尽数是和那些披着人皮面具吸血之人学的。他哪会想到有一天，竟会有人和他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呢？
我瞧着你是喜欢细腰的，若我吃胖了，你嫌弃了怎么办？身体是你的，管我嫌不嫌弃做甚。不过我倒是希望你能再丰腴一些，乖乖多吃点，我欢喜呢。讨厌死了你！你放我下来呀！乖乖，我这样子可没法见人，替我遮掩一样。北海了人间酒，扬起翅飞游舟，我心故人多难留。给谁做的？给爹做的。夏日炎热，屋内要摆冰盆，但爹的腿不能受寒，我便做副薄护膝送过去，这样身子凉快了，膝盖也暖和。你瞧，这文竹花样可好？这女人怎么回事？3天2头便去讨好他那蠢爹，一会儿是护膝，一会儿是药酒的，还陪他去钓鱼。他怎么不用心讨好自己呢？愁死了。哪里愁了？我看你这针线篓子就没空过，一会儿给这个做，一会儿给那个做。你给我这个丈夫做过什么东西没有？哼，在这府上当家做主的是我，你讨好他们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把我哄高兴了呢。夫君这话可冤枉我，你婚后穿的亵衣亵裤哪件不是我亲手缝的？为了让你穿着舒服，我还特意用手细细揉搓针线缝过的地方，就是怕夫君你觉得硌。我可是将手都搓红了，夫君却半点看不见我的心意。还有夫君的官服也是我熨的，夫君的鞋子也是我做的，我为夫君做这般多，夫君却一样也记不得。我真是太伤心了。他平日忙得很，老夫人侯夫人那边得去请安，秦嬷嬷那边得去学规矩学礼仪学管家，还有谢婉宁安侯日常也要来往，加上一个性情不稳的谢之让要应付，他可忙了。另外最近还来一对母女给他找茬添堵，三夫人那边有时还借着指导他管家的名头给他没事儿找事儿。他想起一些往日早已成为习惯却被他忽略了的事情。以前新常换旧衣时，他偶尔会觉得某个地方有些膈应，但过几日便好，便也没多说什么。但似乎他把江蜜娶进门后，好像再没有这种情况发生。他从前从未想过江蜜在家要做什么会做什么，现下仔细想想，他似乎一天也很忙。他要替他孝顺长辈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管理整个军景轩，将来还要接手整个侯府的中馈。是我错怪你了。江蜜同那个贼眉鼠眼之人的3日之约很快便到了，因为谢之让背后让人给他行了方便，江蜜托人去官府办文书时十分轻松。大人，少夫人往城西去了。叫人保护好他，别让他知道。是。您总算是来了，夫人。你这手怎么回事？我在外头这几日，身上一点钱都没有，饿得头昏眼花，还在桥那边把我的手给摔断了。这是100两银子和身份文书，只要你不赌，足够你过完下半辈子。那天的事，你最好烂在肚子里，提都别提。只要外面有半点风声，我第一个找你。我一定守口如瓶，绝不让外人知道一星半点。快些出城吧。多谢夫人。他安排了人在城外假装山匪把他打了。是，还把他银子给抢了。他以为这小娇娇只是个嘴甜会哄人的，想不到也不是个能任人欺负的主。只可惜啊，还是心太软，如果是他，必然让人一刀砍了了事。罢了，他没想杀他，那便留他一条小命好了。那家伙倒是能说会演，等他到了那边便去暗哨做事吧，让人把他给看住了。是，大人。外头的解决了，接下来
就该是你了。谢之让隐而不发，江密按兵不动，这让他以为谁也没查到他头上来。我原想着让那婆媳两个身败名裂，那姓江的不死也该被让哥休了才是。这时候你再去让哥那边替他排忧解烦，3年风声一过，你便能入府。谁知道那东西这般没用。娘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就想嫁给三表哥。那谢三就是个没心没肺的，现如今只好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只要你和谢三有了夫妻之实，我定叫他休妻另娶。谢家不许纳妾，你出身比那贱蹄子好，难道他们会要他不要你不成？谢雅君见女儿定了心思，便松出一口气。等他女儿成了宁安侯府的世子夫人，他宝贝儿子的前途还用愁吗？届时他想做什么官，只管叫谢三推举便是。董玉环说干便干，隔天便袅袅婷婷往谢之让的书房去。表哥在吗？阿环有事想同三表哥说，可能进去？进。表哥，阿环倾慕你许久，却不得侍奉表哥左右，不知表哥是否记得？那年我随母亲来谢家省亲，阿让表哥便带着我遍玩京城，从那时起我便心系于你。后来母亲说要将我许配于表哥，阿环心中十分高兴，直到多年夙愿终于成真，喜极而泣，却不想表哥另娶他人。我本来不该打扰，可见不到表哥，我一颗心都要死了，实在顾不得世俗眼光，只要能与表哥相守片刻，阿环便是死也不怕了。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你许久了。魏明，把人押过去，开祠堂。表哥，不能被外人看见，我错了，表哥。我是不是给过你一次机会？既然自己不要脸，那便让人好好瞧瞧府上金尊玉贵的表小姐究竟是个什么货色。滚！吓到了？夫君，你真厉害，美色当前竟然不为所动。你这般一心一意待我，我可真是太感动了。夫君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好夫君。油嘴滑舌。谁干的？还不快给表姑娘解开！真是笑话，世子爷身边的魏明亲自把人绑来的，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和世子爷作对。世子呢？环娘是他妹妹，他岂可做出如此混账之事？我可没听说过哪家妹妹会脱了衣裳跑到哥哥书房里去的，不该乱棍打死才是。您说呢？外祖母，我是万万做不出那般上不得台面之事的，都是表嫂故意陷害我的呀。她故意诓骗我去表哥书房，而后让下人强行脱了我的外衫，故意让表哥以为我是那等不知羞耻之人，好将我赶出府去。老夫人虽不敢置信乖巧可人的外孙女会做出这等丢脸之事，却也不信江密会故意陷害董玉环。那你表嫂为何要这么做？外祖母，您让表嫂负责雅莲院的一应事宜，我和母亲不过是有些不习惯，略略提了几点要求，表嫂却不耐烦我们，她便想出这般下作法子来陷害我，好叫表哥和您将我们赶出府去。众人见那册上密密麻麻全是雅莲院折腾人的事迹，一时面色各异。表哥，这张嘴这么难说，尝尝结舌之心如何？就用那铁钳把舌头拽出来，而后用尖钉钉在针木上，那些口出秽言之人的舌头我都拔出来钉在上面，你可要尝尝它。谢之让余光瞥见江密犯呕，脚尖动作一顿，没把后半段恐吓的话继续说出来。他收回脚，稍稍收敛那股子疯劲儿。再敢胡乱攀扯，当心你的舌头。母亲，环姐儿已经是被让哥看了身子没了清白，若是让哥不娶她，怕不是要绞了头发做姑子去。环姐儿是你唯一一个外孙女，你怎么能忍心看她去尼姑庵里吃苦啊？女儿知晓谢家规矩，若40之前纳妾要受100刑杖，我身为让哥姑母，万万不忍心看着她因此挨打。不若
让他休妻，再补偿江密一门好亲事。你糊涂！那边让环姐做平妻，归妾也可。环姐只要一条活路啊，母亲。这等不要脸的货色想塞给我做妾，你们问过我没有？见了男人便脱衣裳，待在侯府真是屈才了。我瞧青楼正需要这样的人，衣裳一脱，腿一张，日进斗金。混账东西！怎么，我说的不对？这些事我污蔑他了不成？他做得，你说不得。休说在祖宗面前说这些污言秽语是大不敬，便是在祠堂外非礼勿言。你自己听听方才的那些话，是能说出来的吗？夫君，我不送他去青楼已是退步，做妾他休想。让哥，她到底是你表妹，很快就可以不是了。这族谱上一笔一画，全是你祖父生前亲手写下。祖父若知道他千娇百宠长大的女儿出嫁之后，用他给的暗哨算计自家人，怕是棺材板都要按不住了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谢亚军，这几个人你眼熟吧？他不是让这些人连夜出京了吗？怎么会？你让贴身丫鬟素梅从赤脚游医那里买来蒙汗药，到长公主府后，你命人用药迷晕我母亲，再让二婶身边的丫鬟将我妻子一并诱骗过去，便将房门上锁。他竟然知道了。那屋内事先藏有一男子，待他二人被反锁屋内时，他便好爬出来实行奸污之举，再由你引得诸位夫人前去捉奸。你还在府外安排了人，只等事成之后，便将此事宣扬开来，好逼得谢家赐死他二人。可你没想到的是，我这妻子尚有几分机智，竟引开了屋内那男子，成功保住清誉，让你这番苦心谋划付之东流。更想不到的是，那名游医就是个骗子，蒙汗药哪是那么好寻的？他不过是在药铺里买了些砒霜，分好剂量混在白面之中。若你那时下的药量再大些，若我和太医去的再晚些，你便亲手杀人了。他知道女儿过得苦，所以才会性情大变。纵然有些事闹得过分，他嘴上说几句，到底也忍了。那是2条人命啊！他怎么可以用那么歹毒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家人呢？你怎会如此啊？我怎会如此？我落得今日这般田地，不都是你们害的？我从小就见全府上下的男人都只娶一个妻子，他们全来谢家享福。我这个谢家女儿家的男人，竟然纳了一房又一房的小妾，凭什么？如果你们都纳妾，我就不会那么难以接受。都是你们害的我。当年全家都不许你嫁那董远山，父亲更是被你气得直接昏过去。是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非要嫁他。他那第一个妾时，你休书回来向娘家诉苦，你大哥当即带着李哥儿、让哥儿去陇右替你撑腰，可你直接打了我让哥儿一巴掌，还将你兄长狠狠骂了一通。自此我便不许他们再管你家的事儿，那是他该打，他怎么能打他姑父？这是以下犯上，不敬尊长。你就活该和董远山搅和一辈子。这般数典忘祖、忘恩负义、不忠不孝之人，若还想留在谢家族谱之上，那便只能请去诏狱见识见识，谋害当朝命妇究竟是个什么罪名？还不走，等着吃席不成？想说什么就说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回来就知道了。那，今日我若没将此事说出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瞒一辈子？我怕你介意。江密，为了这点小事，你吃那么大亏不去找人算账，担心这儿担心那儿，讨好这个讨好那个，你就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？
是，他作为谢家世子，锦衣卫指挥使，自然可以恣意妄为，不用讨任何人的喜欢。他也想这般随性而活，但他无依无靠，甚至不能和男子一般去考功名挣前程。他一生荣华安危全部寄于男人身上，可世间男儿多薄幸，他怎么能保证他会护他一生一世？他讨好他，瞒着他，无非是不相信他会信任自己罢了。他去讨老夫人喜欢，去讨宁安侯喜欢，去讨侯夫人喜欢，不就是盼着有一日军心旁落时，他能在这府上的日子好过一点？他难道生来就是低人一等，天生就会讨好人的？不过是一年年蹉跎中练出来的讨生活的法子罢了。可这些话怎么能说给他听？他不仅不会懂，怕是还会斥他心思敏感，胡思乱想。少夫人，奴婢差小丫鬟去寻教撵吧。算了，今日府上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若叫人知道我让教撵抬回去，少不得惹人闲话。歇一歇，稍会儿便好。世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太过分了。行了，这有什么？世子不过说话不好听罢了，那做事随心，为人傲气，看不起我这把青骨头也是自然。才不是，姑娘若是男儿身，其他几方长辈哪里敢那么明目张胆地侵占老爷留下的财产？若是男儿身，姑娘去做官，去投军，去经商，谁还敢欺负姑娘？不过都是仗着姑娘是女儿家罢了。他气江蜜对他人处处忍让，处处讨好，是因为自己也曾不得众人期许，不被长辈喜爱。他当不了李兰原旨，于是家人长辈对他呵斥、怒骂、厌恶。但那又如何？他谢之让不在乎。这一家子碍眼之人，若非礼教束缚，若非心有一丝容忍，骂他恨他者尽数杀了便是。所以他见不得自己的妻子那般讨好他们。可方才听到江蜜和福东的话，谢之让恍然惊觉，自己敢嚣张的底气全部来自于他是个男人。谢家再如何待他，了不起他自请出族，改立门庭。他不该用他的精力去苛求江蜜，那对他不公。我好些了，咱们回去吧，福东。哎，夫君，他不是生气走了吗？怎么在这里？半天没跟上来，看你腿断了没有？夫君，阿蜜知错了。下回若不舒服，记得告诉我，别疼死了，让我过去给你收尸。啊，有点谢谢夫君。他明明可以一走了之，为何偏偏气头之上还要来关心他？为何要让他生出他在呵护自己的错觉？忽然就很想告诉他，他也不是随便就能让人欺负的。我不打算白吃亏的，我雇了打手把那个人给打了一顿，我还准备了一点点东西，能让他吃点苦头来着。你不会以为这几天我清查府上的钉子会不知道你干的事儿？那你还说我？他那么狠，你一点原花就给他打发了？若非我留他有用，早一刀砍了他。谢雅君身体不适，请府医诊脉后，专门命负责合香的丫鬟调了几丸药香，香中便有一味药为甘草。甘草不得与原花配伍，否则可致人头晕呕吐，严重者还会致人死亡。他算计好用量，便命福东将原花粉末掺在香丸中重新揉搓，点燃后随着香烟吸入，谢雅君便会慢慢中毒。但他不敢害人性命，只敢这般算计一二，叫他吃些苦头。谁料谢之让竟直接将人扫地出门了，他这一番算计终究没派上用场。那我这不是怕做得过分，你不给我撑腰吗？她到底是谢家姑奶奶。唉，就你这猫耳挠人的架势，就算我给你撑腰，你也不过从挠一下变成挠2下，还能指望你什么？猫挠人怎么啦？猫发狠了也能将人挠死的。夫君可疼？自然是疼的。你这张嘴可该收敛些。我说错了？那些话江蜜同为女子，自然听着不舒服。可谢之让也没说错，是董玉环自己将脸皮扔在地上让人踩，而谢之让惯来得理不饶人，那嘴厉害的专往人心肺管子上戳。我知晓夫君没说错，
可那话实在不像样，什么腿意，听着都要羞死人了。夫君怎还那般直接的说出来？你不张腿不成？不张腿如何行房？你胡说什么？都是男人，谁还不知道谁呀？一个个嘴上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，真到床上一个比一个猛了，穿上裤子倒装起端方君子来了，简直虚伪。总之，你就是男子，不可以对着女子说那种话。那不行，女子当中还有跟你呢，不许我对你说荤话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怕你和爹打起来，我才不管你呢。我和他打起来，你帮谁？那自然是你好好说。你，我肯定帮你呀！就算爹要打死你，我豁出命去也要护着你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故事曾卷作笑谈书，烛光灯影里有几过客，他呼下几米散落过他，众生自为他听。谢之让当着众人的面把谢雅君所在的那页族谱撕了，就代表此事毫无转圜余地。除族是要他的命啊！到底是亲生女儿还是除族这等大事，老夫人只闭门不见。听说你娘家要来人了，府上可安排好住处了？二婶他们是来为我补归宁礼的，既是归宁，哪里能住在府上？我在外头租了小宅子呢，这天热，赶路辛苦，且得等到凉爽些才来呢。住在外头也好，不着急，那边慢慢归置。若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叫下人去找你三婶娘安排。她若为难你和你推脱，你只管来找我，我替你和她说去。娘，您待我真好。要我说，您简直就是孤舍仙子转世。您这般冰清玉洁之人，我可不敢用杂事来扰您。待我实在没辙了，再来请娘出山。届时啊，您可不能嫌我吵，嫌我烦哦。行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惯来是个嘴上好听的，什么孤舍仙子，我听你哄我。他说他没有遗憾了，他说他早想下去见六妹妹了。究竟曾经经历过什么，才会生出这般不想活的念头呢？娘，江南那边有个习俗，说是要母亲为未出嫁的姑娘缝制虎头纹的兜衣，而后在闺女生辰那日亲自替她穿上，以此来驱邪祈福，百鬼不侵，百病不扰。阿婉生辰将至，可她生母不在府中，娘您是最疼爱晚辈的，不若替阿婉做一件吧。也要给小六缝。那是自然，小六有您惦记，一定平安。他知道，怕是那天的话让江蜜察觉了，儿媳妇儿怕自己想不开，才变着法儿的给他找点事情干，耐心哄他、劝他、安慰他。他早不想活了。小六死的那天，他甚至就想跟着去了，可他连寻死都不能。他和宁安侯的婚姻本就未结两性之好，老夫人当年甚至送走宁安侯的心上人，也要强逼着他娶了自己。这门婚事背后代表的是北平王府和宁安侯府的利益，他若自尽了，谢林两家因此结仇，他便是罪人。他再悔再恨再痛苦，也得在这冷冰冰的府上熬下去。不过好在江蜜来了，他同江蜜待在一起的时候是快活的，他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不仅是他，连让哥都平和不少。只盼他们夫妻俩能一直好下去，可别像他和宁安侯一样，恩爱夫妻终成怨偶。日子慢悠悠的过，一晃便是大半个月。往日下朝，若事儿不多，谢之让便会直接回府睡觉；若事儿多，他便直接去北镇府司，而后差人回府知会他一声。可今日都正午了，让人去宫门外看看下朝没有，
再派人去北镇抚司问问。廷杖是廷杖由锦衣卫执行，有人悄悄把消息传了出来，千真万确。那来来往往多少人，谢之让勋爵人家出身，哪能受得住这种屈辱？不行，若我去了，岂非让人知道有锦衣卫泄露大内情况？他被打板子这事儿瞒不住，可我不该这时候知道。不行，去将府医请过来候着，然后准备好热水，再取些冰盆进来摆着，把那熏香灭了，换成不燃香了，就让它冷着。福东，你亲自带人拿着担架在门内候着，世子回来了，便叫他在担架上趴着，还有带件薄披风过去，替世子遮掩伤处。锦衣卫乃天子爪牙，他行事乖张，却向来得陛下心意，如今突然受罚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夫君可是热，可要将冰剑放近些。你这一应事务安排的妥妥帖帖，我在宫内刚挨板子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瞧你这个点儿还没回来，便叫人去宫门口看看。是魏明告诉我你被罚廷杖了，我原想着去宫门口接你，可又怕被人知道这样不好，才让下人们准备起来的。你做事倒是小心谨慎，没什么事儿。他不过是想下我的脸，却又不想我真的卧病在床，没人替他办事儿。新型的人有分寸，破了点油皮罢了。那也是挨了那么多下板子的，哪里就会只破点油皮？锦衣卫打板子可是专门练过的，将宣纸放在石板上，宣纸没破，石板破了，这一功夫才算是练成了。所以下次打你腚的时候，别好，顶多算摸两下，你倒比那些真挨板子的人叫得还大声。他当然知道不疼，可女儿家的臀哪是可以被他这般掌掴的，羞都要羞死了。我懒得理你。和你说事儿好什么？过来，让我靠会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今早监察御史弹劾几家女眷私放印子钱，其中就有谢家，陛下大怒，申斥朝臣。那管家全都在三婶娘那边，要吃挂了也该是三叔父，便是你受牵连，也不过是被说上几句，他们都没挨板子，怎就偏偏你被打廷杖？那御史弹劾完此事，又到锦衣卫监察百官，我和三房同居一府，却未察觉，究竟是我失职，还是有意包庇？督察院联名上书要撤我职，陛下便以治家不严，罚我廷杖。此番休养在家，正好发作了那一家子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所以是东宫授意御史弹劾，而你早就知道三婶娘在外放印子钱一事，于是便等着东宫出手，而你好借机发作。你素日行事一向毫无顾忌，若真只是为着家里的事，大可直接拿着账册把人发作了，何苦绕那么大一圈，自己还得一顿板子？你说的都对，不过有一事你不知，三房惯来想攀附东宫，东宫那两个却见不得我好，正好让他们狗咬狗。东宫与你不对付，他们怎么还觉得自己能攀上东宫呢？这你可就得问五妹妹了。他和太子？他将当年那些事情缓缓道来。历来这宁安侯府和淮阴侯府往上数7代，乃同一位祖宗。昔年这位老祖生下一对双胎，为保家族稳定繁荣，他定下2脉传承之法，一脉放在明面，建功立业，一脉作为隐脉，经营暗部，传承至今，恰是宁安侯一脉为宁，淮阴侯一脉为隐。当初东宫想拉拢谢家，以太子妃之位许谢家女儿，三房自认与宁安侯关系更亲近，以为太子妃之位非谢文珠莫属，但谢家从不参与皇子夺嫡，宁安侯便拒绝了这门亲事。有道是财帛权势动人心，隐脉不甘于屈居明脉之下，淮阴侯府便带着谢家大半暗部投靠东宫。皇帝忌惮谢家已久，如今见同族决裂，心中暗喜，许给他家侯爵之位，谢文轩也因此顺利当上太子妃。
谢文珠也不甘心，宁安侯给出明确答复之前，郎有情妾有意，两人便搅和在一起。拒绝这门婚事之后，一个舍不得软香温玉，一个放不下锦绣前程，自然还偷偷摸摸联系着。那祖母可知道此事？他若是知道，谢文珠的腿在不在还两说。说日后咱们有2个儿子，一定得一碗水端平，还要教他们兄友弟恭，互相谦让，一家人同气连枝，荣辱与共。生什么小孩啊？你不想要，祖母和娘可催着我生呢。江蜜想到怀孕一事便害怕，可没办法，她只有生下孩子才能在这府里站稳脚跟。若是多年未有所出，谢家以无子为由休妻，她回到江南便是死路一条。若是她为谢之让父母守过孝，那还另当别论，可她总不能盼着宁安侯和侯夫人死吧？两位都待她情深意重，江蜜做不出这等混账事。三婶娘生了5个，我那好三叔可至少在外头偷偷摸摸寻欢作乐好几年呢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婚后他总和谢之让待在一处，同床共枕，肌肤相亲。他恍惚觉得自己是被他捧在手心的。今日谢之让一番话，一下就让沉溺在他美梦之中的江蜜清醒过来。也罢，他不该奢求什么，只要顺利生下子嗣，他便再不让谢之让上他床。如此，便是再脏也恶心不到他。哎，你发什么愣呢？没什么，夫君，我去瞧瞧药熬好了没有，你先睡一会儿吧。谢之让能做到锦衣卫指挥使，别的不说，忍痛的功夫可谓一流。第2日，他便让人押着三夫人和三老爷到上房去，直接一本账册甩到了三老爷脸上。你再敢乱指，小心你的指头！三婶把持中馈，却拿宫中银子出去放印子钱，还害得我被陛下赏了80廷杖。这笔账该如何清算？这家里处处都要花钱，先前萧爵封地也被收回一半，如何能供得起这一大家子人呢？我去放印子钱也是为了多点银钱呀。三婶这话说的倒像是谢家成了穷苦人家一般，你既不能当好这个家，那便将管家权交回来。至于那80廷杖，都当夫妻一体，三叔三婶一人40杖还给我如何？你不敬尊长，我要让御史弹劾你。让哥你是小辈，岂能这么和长辈说话？长辈做到你这份上也真是少见，自己犯错便罢，还害得我儿白打80大板。如今倒好，你这始作俑者倒抖起来冲长辈款，冲的什么狗头长辈？大伯母，我虽是晚辈，却也不好任由您这般羞辱我母亲。说到底，我母亲不是宗父，这钟馗本不该交到她手上的。到底什么原因，您最是清楚。他这些年为着管家一事兢兢业业，不说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不过是一点小错。一家人最是应当同气连枝，相互谦让。40大板，非要去了我母亲一条性命。大伯母、三哥哥，你们是非要见我母亲今日死在这里才肯罢休是吗？五妹妹这话我可不认同，便斗胆辩驳2句。五妹妹说一家人同气连枝，这话我认同。我母亲身体不好，便劳烦三婶娘帮着管家，妯娌和睦相处，是多少家盼都盼不来的好事。五妹妹方才那话实在是伤2人感情，可不好继续再说的。五妹妹方才还说放印子钱是小错，可此事既已闹上朝堂，那定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翻篇的事情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三婶娘此事是违反朝廷律令，怎能说是小事啊？做错事情便要受罚，我家夫君因治家不严受廷杖之刑，那三叔父三婶娘也该因为此事而受家罚。刑罚不中，便会使人无措手足。三叔三婶作为长辈，便该以身作则，可不能坏了规矩，给晚辈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。若要让外人知道了，一准说咱们谢家不讲规矩呢。五妹妹，我说的可对？元娘说的不错，老三媳妇儿自去祠堂跪上一碗，老三约束不力，按照家法杖10。渔夫，
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蠢出升天的东西？这戏唱的着实难听。谢之上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他能允许江蜜连名带姓的叫他，不代表他就能心平气和的让别人也这么喊。哼，再叫，我便让锦衣卫亲自来打。丫鬟来禀告说江家人已经抵达码头，他以为来的只有二婶娘和几位妹妹，却不想还有一个郭凌云。这位郭凌云乃他二婶娘的侄儿，他便同府上几位堂妹一般喊他一声云表哥。郭家表哥怎么也来了？听姑姑说要来京城看看七妹妹和谢家，我便跟着一起来了，看看阿蜜妹妹过得可好。不过阿蜜妹妹怎么同我生分了？可是怨我没能去喝妹妹的喜酒。他已成婚，郭凌云一个外男便不该这般亲密喊他。若是叫谢之让知道了，那厮不定还要和他玩什么哥哥妹妹的戏码呢，他可招架不住。表哥也不是我亲生哥哥，莫要说些招人遐想的话，只怕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呢。小七，嫁了人怎么这般没规矩了？你表哥是关心你，你到底是江家嫁出去的女儿，你莫要成了谢家妇就忘了娘家。原先谢之让答应他会帮他解决此事，可是如今他还在养伤，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所以这事儿只怕还得他亲自解决。二婶娘这话可是错怪我了，我嫁与谢家世子那是高攀，自然得小心伺候着。表哥方才那话要叫我夫君听见了，可没我好果子吃，我这才急得口不择言了。算了算了，你日子过得也不容易，那高门大户哪里是好相与的，我们也是来替你撑腰的。婶娘说的是，码头风大，我先带你们去宅子安置吧。你说姑爷待你不好，可是真的？他打我，好疼啊！当然疼了，那可是他死命掐出来的，能不疼吗？谢之让最近不知为何许久没碰过他了，他只抱着他纯睡觉。若是他来癸水前的那些日子，他都不需要假装，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他吸出来的印子，痛倒是不痛，就是看着吓人。现下倒好，还得他自己动手掐几个印子来骗人。江二夫人见到江蜜过得不好，心底十分畅快，可是想到他要让江蜜办的事儿，又一时头疼。为着自己的大计，难得耐心教授江蜜怎么笼络男人。江蜜表面听得认真，心却早飘回军景轩去了。谢之让好像不喜欢自己顺着他讨好他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故意捉弄他，然后看他喊着他的名字发脾气。虽然他每次都说他大胆要罚他，可眼底盛满的点点笑意却让他一点也不害怕。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少夫人呢？一大早说要接见管事，话都没说两句就匆匆走了，这个点儿还不回来，什么管事比他还重要不成？今日少夫人娘家来了，少夫人出府接他们安顿去了。哎呦，小三儿被打了顿板子，倒成奶娃娃了，这么离不得你媳妇儿，找她喝奶不成？口和腚长反了，便回你娘肚子里重新生一回。哎呦呦呦呦，火气那么大呢！哎，和兄弟说说，谁招惹你了？我和你这孤寡之人说个什么价？看起来你这是欲求不满呐。哎，走着，你小媳妇儿不搭理你，兄弟我带你出去快活快活。他敢不理我，我嫌他烦罢了。七妹妹，你也忒小气了些，怎能寻这么一处破宅子？这让我们怎么住啊？这是为你自己归宁准备的，快快换个大宅子来。说的倒好听，却不见有一个人掏半分银钱。二婶娘，我母亲的嫁妆产业尽数全在江南，当初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要在京城置办一些，便和祖母商量，将几个值钱的铺子折价卖了，给我换成现银。那满打满算也才300两，我在侯府处处要花销，实在是囊中羞涩了。我记得母亲那一间铺子一年便能收好几百两，二婶娘不若补贴我些。铺子折价卖了和他正常营生是不同的，我们是你娘家人，难道还会坑蒙你不成？你如今日子难过，我们也不多为难你，快些进去吧。
阿蜜妹妹，如今你怎么也变得满嘴铜臭了？是，他满嘴铜臭，那他们为什么要到他这里来巧取豪夺他爹娘留给他的产业呢？郭凌云身上这件长衫乃香云纱制成，光是布料便要一匹卖到12两白银。他倒是满口不谈钱，身上穿的用的却处处是银钱，好一个虚伪小人。天色还早，小七，你带着你云姐姐和云表哥去外头转转，也让他们瞧瞧这圣经的烦恼。江蜜带着两人去天街游玩，不想刚下马车，江韵便跑了没影儿，他只得离郭凌云远些，打算带着他在街上随意逛一圈便回去。韵妹妹不知去了何处，我们在此处喝茶，等得可好？去啊，你脑子被驴踢了。谢三公子执行任务没得飘便罢，平日里等闲是不肯来这种市井之地的。他喜结。哎呀，谁让你吃东西来了？我让你看美人儿。美人儿，哎，瞧瞧瞧，这柔仪，这腰肢，嘿呦，皮肤嫩得掐水一般，豆花稀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偷情？阿蜜妹妹，我那日是故意不去喝你的喜酒的，我一想到阿蜜妹妹要另嫁他人，我便喘不上气来，我怕我看见你的夫婿，便忍不住想冲上去打他。阿蜜妹妹，我人就在这儿，你倒是打一个试试。蠢死你算了，转个头连脖子都能扭到。你怎能如此作践我的阿蜜妹妹？你的阿蜜妹妹？江蜜觉得谢之让可能真的会当街杀了郭凌云。夫君，阿蜜自然是你的妻子，我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你还在养伤呢，这样跑出来扯到伤口怎么办呀？我会心疼的，咱们回家好不好呀，夫君？若非是在外面，他非要亲下去，尝尝是不是含了蜜。他不在乎外人的看法，可他知道他在意。若他真亲了，江蜜一定会哭。不过嘛，娘子的表哥来了，也不请回府上去做客，真是失礼。魏明，请这位公子回府喝茶。人间啊！他觉得郭凌云可能要惨了。军景轩，吃饱了？江蜜脸都要烧起来了。若是二人独处便罢，可这还有这么多人呢。内子还是孩子心性，有时闹脾气不想吃，便装说吃饱了，我便只好这般亲自瞧瞧。阿蜜妹妹从前在家中最是懂事乖巧不过的。懂事乖巧有什么好？我若想要这样的妻子，娶个死人就好了，任我摆布。再者说了，凡是要人乖巧听话，多是在他身上谋得了好处，我又不觊觎他的钱财，自然是希望颜色鲜活些好。便是骄纵上天，我也是愿意宠着的，轮不到旁人说三道四。是了，他们人人都要求自己乖巧懂事，不过是想逼着自己退一步再退一步，好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。谢之让的话仿佛一剑挑下郭凌云的虚伪面具。我们是为了阿蜜妹妹好。纵使谢之让不是那暴戾自衰之人，他一个外男也不该这般当着她丈夫的面亲亲热热喊她。非礼勿言，这些年的书他全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郭表哥乃二婶娘的娘家侄儿，随诸位表哥一同喊我七表妹便是。凭我二人的关系，我还当不得表哥这一声阿蜜妹妹。夫君，我身子有些不适，便先回房歇息了。内子爱娇，郭公子可莫要介意。大人请您用膳，公子还是坐着的好。他和郭凌云其实曾经也十分要好过的。那时刚被接回江家祖宅，他父母俱亡，哀痛欲绝，他总是安慰他，他瞬间就对这人心生依赖。后来江家逐渐暴露野心，将他母亲的铺子要了过去。再说他年纪小，恐丢了重要物事，想将他母亲的压箱底也要过去。他那时交出铺子后，对他们心急的态度慢慢起了疑心。苦于无法求证，他只得借口怀念亡母，将那些东西攥在手里。而后他们伙同官府将他父亲的产业抢夺瓜分，他便彻底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
可郭凌云总会耐心温柔地安慰他，逗他开心。他以为郭凌云待他是真心的，可是后来他才发现都是假的。他总是劝自己要乖巧听话些，慢慢的他就对他死了心。在想你的云表哥，你若敢想他，我便让人把他的皮扒下来挂在床头，让你日日夜夜的看着他。江蜜觉得自己大抵是病了，他竟不怎么害怕，只想着他和郭凌云果然不是一种人。你那么烦他，日日夜夜看着也不嫌膈应。乖乖，你怎么能这般惹人喜爱？你都说不要我乖巧听话，那你还叫我乖巧听话是乖，乖张顽劣也是乖，不过是人给他赋予的解释罢了。你何必在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过你说不喜欢，我不喊便是。宝、娇娇、心肝儿。刹那间怦然心动。有心人如春风含笑。那谢世子当真待那丧门星好极？云哥儿，那你可还能哄住他？郭凌云说不清心中是什么复杂感情，他本是看不起江蜜的，可她嫁为人妇，乖乖巧巧待在另一个男人身边时，他竟会心生酸涩。以前跟在他身后哥哥长哥哥短，现在竟连看他一眼都不想看吗？当初他让江蜜给他准备科考用的东西，他不愿；他要纳他做妾，他也不愿。现如今倒上赶着讨好这样一个杀人狂魔。姓谢的待他好又如何？我手上可是有他不少贴身之物，何愁哄不到手？不过您等着看便是。表公子简直就是小人。当年郭凌云央着他给他绣香囊，可香囊乃私情之物，他并未光明正大到江家来求取，他如何能绣？他不允，郭凌云便满脸失落，话里话外尽是指责控诉江蜜，并未将他放在心上，自己一腔真心错付云云。江蜜被他说的心底愧疚，纵然不安，还是给他绣了2只荷包，一只绣雄鹰，一只绣文竹。当年他的心软，竟然给今日带来如此麻烦的祸事。阿蜜妹妹如今做了世子夫人，可真是难约呀。以往只知道表哥交友广泛，倒是不知和畜生还有交情。瞧瞧，这行事手段可是越来越像了呢。阿蜜妹妹的嘴这般厉害，谢之让那煞星都能叫你哄得服服帖帖，还是我小瞧你了。我不与你废话，将另外1只荷包还回来。从前我亲你一下都不许，我道你是多冰清玉洁之人，想不到竟会在那煞星身下求还。你这张嘴这么能说会道，想来吹箫一事。他从前或许不知郭凌云满口污言秽语是何意，但先前谢之让带他看过不少避火图，自然知道何为吹箫。谢之让也曾异动想让他试试，可江蜜不愿，他便没强求。连谢之让都不曾羞辱过他，郭凌云怎么敢？你敢帮我？我愿意叫你一声表哥是给你脸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羞辱我？江蜜，你不过是个可父可母的孤女，姑姑不会饶了你，郭家也不会饶了你。我既已嫁人，江家郭家有何可惧？你若识相，便将那荷包拿出来，否则我让人将你打一顿，扒了衣服扔进青楼，自此斯文扫地。我看你明年还如何参加春闱？你若敢这么做，我便将你的小姨扔给城中的地痞乞丐，我看你还怎么做这个世子夫人。你若没被进猪笼，还有命被休回江家，我倒是能大发慈悲给你一个妾室的身份，到时候我让你跪下来，怎么伺候那姓谢的，你就怎么伺候我。现在就是要和他比狠，只有比他更狠更毒，他才会害怕，才会屈服。你知道吗？
赵狱有种刑罚叫结舌，专门用来惩治口吐污秽之人。结舌之刑就是要把你的舌头拉出来，而后用钉子狠狠钉在地上，你就会觉得疼，然后开始打滚挣扎。可是你却发现越挣扎就越痛。忽然你看到你的舌头断了，从此你就再也说不了一句话。我今日出门没叫人准备钉子，倒是有一把剪刀，可是剪刀尖头处还不够锋利，我若是一下子没扎进去怎么办啊？而且我力气小，可能一下也扎不穿。表哥觉得我扎几次能扎穿呢？把他舌头拔出来。你不能。我不能，我怎么不能？这些都是我买回来的人，对我忠心耿耿。事成之后我便送他们出城，到时候表哥想去官府告我，你一没人证，二没有物证，谁会信你啊？你说我从哪里下手比较好呢？这里啊，还是这里啊？考虑清楚了吗？要荷包还是要舌头？舌头怎么在我房间的行囊里？我从未给过你贴身之物，若城中有人敢拿着假东西辱我名节，我便是死也要拉着你给我垫背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江密取回荷包，命人打断郭凌云一条腿后，又替他接上。你没事吧，少夫人？说实话，他根本就不敢把剪刀扎进去。想到那股股流出来的鲜血，他便胸口发闷。府东，我好怕，我刚才快要吓死了。猫儿一般的胆子，还敢学我杀人放火？夫君，能不能起来？嘴软，起不来。你就这点出息？喂，别装死。你想问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才对，你想和我说什么？我在隔壁全听见了，你没有什么想和我解释的吗？我年少不懂事，被他和家中长辈诓骗，便绣了2个荷包。他如今拿着这个要挟我，我便想来讨回去。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，我和他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还有他说的什么贴身衣物也是假的，我一直手里的，夫君你别误会，我不该今日出来见他的，我错了，夫君。你有什么错？扬言要割下他的舌头，还拿着那破剪刀去吓唬人。如果郭凌云没被你吓到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割他的舌头，还是直接杀了他？就你这小破胆儿，你敢吗？万一那姓郭的留了后手，提前让人在外败坏你的名声，你是打算和他同归于尽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是不敢杀人，我就是害怕，可是谁都帮不了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还不是只能硬着头皮上，为什么你们都来欺负我？我错什么了呢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就开始在意他。早前他只当是捉弄他有趣，却不想渐渐的他就把人放在心上。看到他笑，他便开心；看到他哭，他便难过。这种受人牵制的感觉让他害怕，却也叫他上瘾。哭什么？我害怕。哎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是在吗？我哪敢指望你，你就会骂我。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上赶着跑到这里来，还不是怕你解决不了郭凌云，给你善后来了。凡事谋定而后动，你匆匆跑过来见郭凌云，什么事情都没准备好，怎么可能顺利解决问题？便是再慌乱，也该镇定心神，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。你胆子小，真杀了人，别说旁人找你寻仇，你吓都要把自己吓死，给他陪葬。有些事情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杀了第一个人，就再也回不到从前。郭凌云那种人不配你动手，更不配你和他同归于尽。亲手杀人是不一样的，
当年他用人血开刃，斩下第一个人头的时候，他这般冷心冷情之人都心生恍惚，何况江蜜这样的小娇娇呢？杀了第一个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无数个。血的腥臭味始终环绕在他鼻息间，经久不散，最终成为他的习惯。他不想江蜜和他一样，他希望江蜜的手这辈子都沾不上一点血。我在隔壁待着，便是怕你真到那一步，我不会让你做你恐惧之事的。不哭了啊！我忍不住。你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丑吗？再哭更丑。你别以为我没看见，又哭又笑，黄狗尿尿。你讨厌死了，不许说。行，我不说。那你说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要瞒着我自己解决？我怕你介意，会怀疑我和他有私情。不过是2个荷包罢了，你人都是我的，我还介意这个？你又打我。你给他绣了2个荷包，我要3个。你配的荷包都是我绣的，哪里只有3个？那我不管，就是要3个。你给我好好绣，用心绣，知道了吗？我与你说过，江家的事情我替你解决。我虽算不上君子，但答应你的，我哪件没做到？下次再敢不信我，我就把你这个小骗子锁到床上。切，他才不相信呢。本该是缘念一场，不料却月有2相。谁情绪的一眼地老天荒，再不问来日方长。